女人递给客人一碗沙盆，还说这是为您精心做的，请您慢用。客人一脸不解时，女人却倒出热水，直接长出参天大树。这是生长沙拉，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。这家餐厅真的奇葩，你以为这是煎蛋？客人尝了一口，不是煎蛋。阿伟品尝一口，原来这是芒果蛋黄与叶汁洋酒合成制作。阿伟十分愤怒，抡起菜品就来到后厨，怒斥厨师别玩变戏法。原来这是一家西餐厅，西餐师倒也不生气，直接拿出一块牛肉，并告诉他这是日本 A5 和牛，觉得他一定没见过。面对西餐师的挑衅，阿伟决定要跟他比试厨艺，让他知道中餐的厉害。拿出大葱，手起刀落，将大葱分好段落，整齐倒入8成油锅中，马不停蹄将牛肉切成均匀条状，趁大葱不注意，迅速将肉放入铁板，再配合着传统火候，撒上少许轻微调味料，一道我们传统的葱香爆炒牛肉正式完成。葱爆牛肉。看着这飘香四溢，西餐师只是轻微点头。下一秒，只见他拿出火枪，在牛肉表皮均匀慢烤，不慌不忙，烤至牛肉微微金黄。整道菜牛肉外焦里嫩，细节的摆好盘子，点燃苹果木，配合灵活的低温熏香，美味牛排做好了。西餐师却说中餐传统陈旧，口味单一，缺乏创新。他从法国回来，就是要将所有中餐打败。阿伟闻了闻，确实味道充满灵魂，他只好落寞离开。可就在他走后，西餐师又品尝下葱爆牛肉，瞬间就让他神情呆滞。天哪，他从来没吃过如此美味。显然他小看了中餐，两人也是棋逢对手，高下难分。龙胆石斑鱼是这里的精品，每天只有1条，买的人数不胜数。可老板每次都会给阿伟留着。西餐师表示不服，果断与他争抢。两人火药味十足，再次比拼。西餐师只需要用手指触摸，便可知整身鱼骨在哪条位置，仅不到10秒，鱼身便骨肉分离。轮到阿伟时，他要展示中国刀法，连看都不看，直接用菜刀感受鱼身，随后在鱼肉上均匀切刀。看着细腻刀法，西餐师简直愣住。下一秒，阿伟只是将刀从头到尾，并在底部轻轻一滚，鱼肉呈现方状，配合着冰花，保证了鲜嫩，看着就精美。众人也是纷纷鼓掌。中西餐谁更厉害？国际厨艺大赛开始了，看看到底是传统老字号的中餐厉害，还是国际商业区的西餐厅牛。首先，中餐师傅拿出整鸭，用力将骨头松动，随后将在鸭身刷上底油，用刀身从腹边切入，手腕微微转动，瞬间将骨头完整取出。接着将秘制调料装入鸭身，并将高汤倒入其中，鸭身立刻饱满有型，再用荷叶包裹折叠，再外包一层秘料。突然间，中餐师人不见了，原来是他搬出一大口铁锅。锅这么大，算不算犯规啊？将50斤粗盐全部倒入，均匀翻下粗盐，在锅中不断翻炒加热，最后将包好的鸭子加入锅中，配合粗盐覆盖加热。这道菜正是有名的乾坤叫花鸭，以传统盐焗手艺制作，中餐师最后轻轻一砸，成品终于呈现，从金黄鸭肉中间缓缓划开，露出的果肉鲜嫩多汁。有谁吃过没？可他的对手却淡定自如，对方是法国米其林3星西餐大厨。西餐师取出鸭肝，倒入容器，盖上一层锡纸，密封顶部，周围灌溉开水，放进炉子加热些许。只见他又掏出冰块，取出容器，配合喷枪烘烤，鸭肝呈现完整的方状，配合热刀切片，使其鸭肝外焦里嫩。随后在锅中倒入一把砂糖，加热熬出焦糖片，酱汁轻轻点缀，里边放入1朵菠萝片，再加热上面的焦糖，1勺红莓慕斯，摆盘加入面包片，最后在冰块中加入热水，整道菜冰火重叠，散发鲜香，多重层次，美观又高档。最终在评委的点评下，虽然口味方面中餐师略胜一筹，但摆盘不够美观，最终评委决定西餐师获胜。面对这一幕，阿伟失望地离开了。西餐师也将前往更大的赛场，在那里晋级者也会将有资格去挑战蝉联2届冠军的食神。可他也没有高兴得太早，原来西餐师之所以能赢，是因为老板早就在背后买通了评委，老板让西餐师把资格让给别人。得知此事的西餐师心里却五味杂陈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也决定离开老板，联手阿伟双人参赛。你绝对不敢相信，中西餐2位厨师竟然联手参加国际食神大赛，而前来参赛的都是不同国家的狠人，有印度五彩咖喱、日式寿司料理、香味生蚝。面对如此强劲的菜品，而今天他俩要做的菜却显得比较普通，正是中餐川菜中的卤水麻婆豆腐。中餐师放入黄豆，加入卤水，用传统手艺打磨，西餐师负责辅助，在豆腐还未成之前，提前加入豆瓣酱汁，使味道与豆腐融为一体。就这样一道再普通不过的豆腐，让每一位吃过的评委都无比惊艳。豆腐上面点缀爆浆，一处鲜美多汁。最主要的是这道麻婆豆腐没有忘本，选用最传统的花椒辣椒翻炒，真正做到了香而麻。
中餐味道的美味，再配合西式的精美摆盘，中西结合也是让他们获得胜利。然而比赛并没有结束，最后还需要挑战蝉联2届的冠军食神。比赛开始时，阿伟却目光呆滞，他愣住了。时间过了一大半，阿伟依然未动，食神却泼了一盆冷水。原来食神正是阿伟的父亲。父亲从小说他不是做菜的料，说他做菜不够用心。阿伟之所以参加比赛，也是为了打败父亲。此时父亲不慌不忙，用熬制的焦糖在盘中配合花朵点缀，就像盛世的艺术品一样。此时阿伟却揉了面，原来他仅做的是一碗面条，可他并没有交给评委，而却转手呈现给了父亲，接着就转身离去。输赢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这碗面正是他们平时吃的葱花面。相比父亲做的豪华菜品，这一道再普通不过的面却让他感动得大口吃起。此时父亲已经泪流满面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曾经打击他儿子的梦想，也真正品尝到用心，并认可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厨师。最后作者在这里说，无论中餐还是西餐，菜不在于好看，也不在于美味，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菜，品尝到熟悉用心的味道，也可能是最美味的。喜欢视频请点赞关注我，我是白昼，下期更精彩。